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24号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从12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中方的基本立场主张。尽管有挑事的西方政客和媒体立场先行，对中方的提议指手画脚，但俄乌当事双方都对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给予了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也作出回应，强调中方提出的计划是重要贡献。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召开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代宾发言时提及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指出中方始终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愿继续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发挥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应当谋求共同安全。安全不是某些国家独享的专利。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只会损害地区安全，更带不来和平。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各国都是搬不走的邻居。代宾强调，冲突没有赢家，开启外交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正确出路。中方呼吁俄罗斯、乌克兰不设前提的重开谈判。和平之路不会平坦，但无论形势多么复杂，都不能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并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我们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争取和平早日来临。中方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涵盖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等12项内容，受到世界瞩目，被外媒称作解决冲突的中国和平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4号对中方立场文件进行了积极回应。The plan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 think the call on the need to avoid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e all have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to do what we can to reach a just peace. 国际舆论注意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冲突当事方，均对中国和平方案态度积极。俄罗斯外交部第一时间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俄方高度赞赏中国朋友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做出贡献的真诚愿望，同时强调俄方愿意通过政治谈判手段实现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样认为中国发出了积极信号，愿意考虑中国方案中的部分内容。泽连斯基还表示，无论任何形式的和平进程，他都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其中。І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буде на користь нашим державам і безпеці у світі. Якщо там вже є думки, які так чи інакше співпадають з повагою до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до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ої цілісності і якихось безпекових речей. 但一直对俄乌冲突火上浇油的美国，却对中国方案指手画脚。美国总统拜登2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妄称俄罗斯将是中国和平方案的唯一获益者。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Chinese peace plan floated overnight that Putin is now applauding today? I think you answered the question. Putin's applauding it. So how could it be any good? So the idea that China is going to be negotiating the outcome of a war that's a totally unjust war for Ukraine is just not rational. 不过，美国的立场显然并非国际的主流声音。巴西总统卢拉指出，未卷入冲突的国家应推进俄乌和谈。白俄罗斯外交部称，该国与中方劝和促谈的立场不谋而合。而玻利维亚前总统埃沃莫拉莱斯24号在推特发文，对中方提议表示欢迎。此前，波兰总统杜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同样认为，谈判永远都是一条让乌克兰问题通往和平的道路。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合作伙伴和拥有强大实力的大国，是不能被忽视的。观察指出，中国的提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是因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向来是积极中立的。中方立场文件既体现了当事双方的诉求，也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于核战争、粮食安全、全球战略稳定等更广泛议题的关切。可以说，文件既高度凝练，又十分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在充分认识到问题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基础上，展现了中国既不袖手旁观，也不火上浇油，更反对趁火打劫的负责任态度。在世界所有的
主要的大国当中，联合国5常当中，只有中国是真正的不偏不倚，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这期间呢，发表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文件，12点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了防止核战争、人道援助、战后重建，所有跟解决乌克兰危机有关的，我们都提出了自己的合理的主张。这么一个全面的文件，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提出过。在这之前呢，21号我们还发表了一个关于国际安全的文件，这2个文件都非常重要，所以世界各国呢反应都非常好。中方在12点立场文件中就呼吁停止单边制裁，强调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反对任何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有关国家应停止对他国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为乌克兰危机降温发挥作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继续煽风点火，开足马力，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七国集团24号举行线上峰会，乌总统泽连斯基参会，会议就继续对乌克兰进行各方面援助及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24号，英国对俄罗斯迄今在战场上使用的所有物品实施出口禁令，此外还将再对包括北溪2天然气管道公司首席执行官瓦尔西尼在内的92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并禁止进口140种俄罗斯产品，包括经第三国加工的俄罗斯钢铁产品。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包括俄政府部长、州长和高级官员等60多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对1219名俄罗斯军人实施签证限制。白宫也宣布对俄主要创收部门实施全面制裁，以进一步削弱俄经济及其战争能力。新一轮制裁将针对俄罗斯以及欧洲、亚洲和中东的200多个实体和个人。令人侧目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24号将13个实体纳入实体清单，包括5家中国实体，其中有3家为电气元件进出口分销公司，2家为航空航天相关公司。美国将严格管制对这些实体的先进科技出口。BIS 称，这些实体协助了俄罗斯军方，违反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利益。这5家中国实体被纳入实体清单后，每起向其出口、再出口、转让产品和技术时，都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美国商务部对5家中国实体采取假定拒绝原则，即原则上拒绝批准许可。此外 ，BIS 还进行了长臂管辖，对这些实体实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即使用了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管控的软件和技术直接生产的产品，即使不在美国生产，也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可。此外，欧盟经过多轮谈判，终于在24号通过了第10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涉及金融银行业、军民技术出口等，价值超过110亿欧元，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获取军民两用产品，尤其是先进电子元器件的能力。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要制裁对俄罗斯提供信息的机构，另外呢就是要制裁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公司或者个人，想帮助俄罗斯一方赢得战争胜利的这些实体跟个人。在这个之前呢，制裁早就连普京总统跟拉夫罗夫外长和俄罗斯的普通公民现在都不许进入欧盟了。你这些加这么些制裁呢，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意义，不过就是表示欧盟跟美国对俄罗斯呢充满了敌意，希望呢让俄罗斯现在遇到的困难呢雪上加霜，但是呢效果很有限。根据西方媒体统计，俄罗斯目前仍是世界上遭受制裁最多的国家。截至俄乌冲突1周年前夕，共有14081项制裁指向俄罗斯，其中的11327项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施加到俄罗斯身上的。但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去年经济萎缩2.1%，受西方制裁的影响远远小于预期。经济专家指，这与俄罗斯第4季度出现的经济扩张是相符的，进一步表明，在去年第2季度遭受制裁的最初打击后，俄经济已经企稳。美国财长耶伦23号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时，也不得不承认，美西方对俄制裁效果有限，俄罗斯经济比想象中走势更好。Some measures the Russian economy has held up.Better than might initially have been expected. 另外呢，通胀呢也慢慢的在降低，可能再过那么1年，它能够降到原来俄罗斯宣布的平稳的水平。就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这个一个呢就是俄罗斯
政府的执政能力非常强，在遭受制裁以后呢，很快政府就开了一个应对制裁的一个紧急会议，提出用4万亿卢布，大概也就相当于4000亿人民币吧，去反对制裁。还有就俄罗斯的经济呢，韧性非常强。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资源完全自给的国家，去年的石油天然气呢平均价格比较高，所以呢俄罗斯呢尽管出口的石油不见得多多少，但是呢收入反而增加了，能源出口收入增加了28%啊。俄乌战事1周年之际，两军在巴赫穆特的争夺战仍在持续，但摩尔多瓦有可能成为这场冲突的第2战场。近期，俄乌双方都加紧在摩尔多瓦境内俄语人口聚集的德佐地区开展各项舆论铺垫和军事准备。德佐地区拥有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东欧最大军火弹药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摩尔多瓦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外界也高度关注俄乌冲突呈现的外溢效应和扩大化趋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称，目前发现乌军在德佐地区边界附近集结大批部队和军事装备，并在阵地部署火炮，同时出动大批无人机飞行。这显示乌克兰加紧攻击德佐地区的准备工作，这威胁到俄罗斯维和部队的安全。俄军正在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回应。俄外交部当天也警告称，任何威胁到德佐地区俄方人员的行为都被视为对俄罗斯联邦的攻击。俄外交部还指控乌方准备派遣包括亚速营组成的武装部队对德佐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回应称，他尊重摩尔多瓦的领土完整，并认为德佐地区是摩尔多瓦的领土。摩尔多瓦也力挺乌克兰，驳斥俄方对于乌克兰的指控。摩尔多瓦是夹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东欧小国，面积仅3.38万平方公里，人口260万。1990年，德佐地区的亲俄势力宣布脱离摩尔多瓦，成立德涅斯特共和国，随后爆发内战。停火协议签署后，德佐地区至今还驻扎着一支由1500人组成的俄军维和部队。在总统桑杜上任之后，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摩尔多瓦政府受到了国内来自亲俄势力和国外进入乌克兰东南部俄军的双重压力。摩尔多瓦政府也因此逐渐放弃原先的中立地位，转而寻求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以保障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过去呢，俄罗斯与摩尔多瓦就德佐问题实际上是冻结领土争端与冲突。到俄乌冲突之后呢，摩尔多瓦和俄罗斯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特别是摩尔多瓦加入了对俄制裁。那么摩尔多瓦的外交政策呢，也倾向于所谓欧洲一体化和亲西方，这使得现在的俄罗斯在对摩尔多瓦的德佐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一些对应的变化。那么也就暗示着俄罗斯可能会在德佐问题上由所谓的合作转向不合作，这对于这个摩尔多瓦以德佐局势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德佐地区虽然不大，但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摩尔多瓦军队只有1万人左右，本身无力攻打德佐。如果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协助下收复，则可以将俄军清除出境，解除国内亲俄分裂势力的隐患。乌军也可以获得距乌摩边境仅2公里的德佐地区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东欧最大军火弹药库，并将其数万吨的军火弹药用于俄乌战场。而如果俄军攻占德佐，则可以在军火库大批弹药的补充之下，形成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东西夹击态势。摩尔多瓦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对外贸易也依赖俄乌两国。冲突导致该国经济雪上加霜，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了通胀，通胀率高达30%，电费、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涨。去年底的一项民调显示，摩尔多瓦超过40%的民众苦于基本生活费用，还有20%民众负担不起最低限度的生活开支。另外，俄乌冲突还导致大批乌克兰难民涌入摩尔多瓦，也让摩尔多瓦政府疲于应对。桑杜21号在波兰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并邀其访问摩尔多瓦。但就在同一天，俄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将一份2012年签署的法案中涉及摩尔多瓦主权问题的部分视作无效。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摩尔多瓦加紧策动与德佐地区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形也与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的动作高度类似。
拉夫罗夫特别警告，摩尔多瓦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加入欧盟绝不是摩尔多瓦的终极诉求。摩尔多瓦是想进一步加入北约，北约也有意将摩尔多瓦打造成为第二个乌克兰。俄罗斯在处理地区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土与争端的问题上呢，过去呢相对来说还是保持着很多的克制，保持着一定的理性。但是由于俄与西方之间、俄与北约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紧张关系，而当这些小国选择在选边站队的时候没有站俄罗斯，或者是没有保持中立地位，那么也使得俄罗斯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领土和争端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可能从合作到不合作。这也都说明呢，这个在安全问题上，只有对话才能化解矛盾，而对抗呢，只能带来更大的矛盾。而在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美西方的拱火仍在持续。美国国防部24号发布声明，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价值2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美防长奥斯汀在声明中表示，在过去1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2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不过，对于乌克兰此前呼吁援助的 F-16战机，拜登24号表示，根据美国军方的建议，乌克兰暂时不需要 F-16战机，因此美国尚无提供 F-16的计划。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24号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战机。莫拉维茨基强调，这一想法还应在更广泛的联盟内达成一致。俄乌两国过去1年在战场上损失了大量军机，数据显示均在200架以上。但根据来自美国的军事网站全球火力的统计，目前俄乌两国军机数量比为4182比312，数量甚至较冲突前有所增加。这反映了在冲突持续的影响下，双方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如加紧生产交付、获得外部援助等方式，增强自身的空中力量。俄罗斯战机整体比乌克兰要先进，但以北约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多国一直为乌克兰提供了从空中到地面、从防空系统到情报领域的全方位支援，这在极大程度上阻止了俄罗斯建立空中优势。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指出，在俄乌冲突持续焦灼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能够得到英美等国制造的先进战机，不排除在空中力量实现对俄逆转的可能性。按照美国和乌克兰政府的一些计划呢，实际上他们2023年要实现所谓的决定时刻的战略反攻。如果要反攻的话，他要解决制空权，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战斗机反映出西方在援乌的问题上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是在小心的掌控这样一种节奏，避免俄乌冲突迅速走向崩溃或者是引发核战争。它是在不断的试探俄罗斯的战略底线。除了战机，坦克也是乌克兰一直寻求增加的武器。波兰24号宣布，援助的第一批4辆豹2主战坦克已运抵乌克兰。根据波兰方面此前的说法，他们会援助乌克兰14辆豹2坦克，这也是波兰手里的库存。除此之外，波兰方面还曾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援助乌克兰60辆 PT-91坦克。波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了250辆坦克，甚至更多。不过，美陆军部长23号称，美方可能需要1年多的时间向乌克兰交付 M1坦克，目前仍在制定交付方式和时间。美军 M1坦克早已停产，由于还有庞大的库存，用于出口和军援的 M1坦克均为存货翻新。乌克兰此前曾表示，希望能从西方国家获得320辆主战坦克，但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今年4月之前，乌克兰可能仅能从西方国家获得50辆坦克，这将无法对当前的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认为，坦克集中了机动、防护与火力3大要素，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对于地面部队而言，目前还没有其他任何装备能取代坦克的地位。乌军在去年乌东地区的反击战中，就曾因缺乏坦克和装甲车，而在俄军阵地面前损失惨重。西方分析家认为，如今乌军推迟春季攻势，也与西方许诺援助的主战坦克未能到位有关。对于乌克兰来说，如果没有主战坦克，那么他现在的陆军的冲锋、陆军的这个反攻就非常困难，人员伤亡就会很大。那现在一旦获得了这个西方的主战坦克的这种援助，特别是大量的数百辆的这个主战坦克的这种援助，那么乌军就有可能组织起像样的反攻，甚至有可能在这个顿巴斯地区与俄罗斯进行陆地的阵地上的这种争夺正面的这种碰撞。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您是如何来看待欧美国家对于中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12点立场文件的回应？主持人好，有关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西方的回应普遍谈到了2点。
一是谨慎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措辞，称乌克兰赞赏中国的方案，希望与中国就和平计划进行沟通；另一方面，则是毫不掩饰的攻击，认为中国是在偏袒俄罗斯，或是更有甚者，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所言，中国没有调停冲突的可信度，因为中国没有明确谴责俄罗斯。如果中方正式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真有欧美国家认为的那么不堪，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乌克兰要对中国的方案表示赞赏？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对与中国沟通表达出某种迫切的愿望？是因为基辅方面认为中国政府会在俄乌之间选边站，并最终站在乌克兰一边吗？我认为泽连斯基没有那么傻。经过了残酷的一年，以鲜血和废墟为代价，泽连斯基不可能不明白，这场战争不只是两个斯拉夫国家之间的角逐，他的背后还有别的眼睛看着他，还有别的手按着他。就像一些人称呼这是一场卫国战争，只不过问题是为的究竟是谁的国？就像前几天拜登访问基辅时流出的那张照片，拜登坐着在留言簿上缓缓签名，而泽连斯基在一旁站着，略显局促，眼神复杂。这是个无言的瞬间，但能说的话也已经都说出来了。泽连斯基在中国的方案中，实际上看到的是希望，是真正意义上跳出大国间零和博弈，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一份希望。很多人将俄乌冲突归结为某个人或是某些人的疯狂与野心，但我认为这场战争的根源从来都是联合国框架下集体安全国际秩序的瓦解，然后人们才不得不孤注一掷。所以解决俄乌冲突的未来在哪里？在于谴责俄罗斯吗？在于站队乌克兰吗？解决俄乌冲突的未来不在于单独强调乌克兰或是俄罗斯的利益，而是强调所有人共同的集体安全。中国强调立即停火止战，启动和谈，但中国更强调以集体安全的方式寻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安全互信，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安全互信，以及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冷战思路，回归集体安全，回归联合国宪章。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根本不可能，甚至是幼稚的。就像78年前，很多人同样不相信联合国宪章，不相信集体安全国际秩序一样，因为它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径，而是充满荆棘的信仰坎途。但中国相信，无论如今的联合国如何被某些国家、某些团体操控，无论集体安全的价值观被如何践踏、被如何利用，中国始终相信这是人类终有一天走向大团结的必然未来，也是我们追求超越西方过去500年残酷剥削秩序的必然方向。所以某些人说中国是冷酷的务实主义，我倒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我相信泽连斯基看到了这一点。那您觉得俄乌会接受中国的解决方案吗？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中国的方案是目前而言最具可行性的和平选择。很多人，尤其是欧美国家，努力把俄乌冲突解读成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领土野心，然后强调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俄罗斯，或者俄罗斯无条件投降，才是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出路。这是一种论断。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看到，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从苏联到俄罗斯，这个斯拉夫国家为了避免战火再次烧入国内，始终秉持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出战略，要求最起码的战略缓冲，要求自己国家的首都不在欧美装甲集群的第一波攻击范围之内。这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是大国之间相处的基本默契。为了彼此避免冲突，要有最起码的缓冲距离。事实上，最强调这点的从来不是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而是美国。至今仍不肯放弃门罗主义的美国，将整个西半球视作自己的安全纵深，曾经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而悍然入侵巴拿马和格林纳达。我说这个不是为了比烂，去表明因为美国做了，所以俄罗斯也应该这么做。单独诉诸于武力是不可接受的，但任何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考量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歧视小国，也不能无视大国因某种国际局势而越发急迫的安全需求。这不但是荒谬的，更是危险的。以任何方式忽视一个国家的安全关切，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只会让这个国家越来越背离当前的国际秩序。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寻求加入针对性的军事对抗同盟，而俄罗斯则最终诉诸于武力。
这就是在美国的操弄下，联合国框架和集体安全国际秩序不断瓦解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反反复复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国际法应当得到平等统一适用，不应采取双重标准，各国的合理安全利益和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中国要做的不是选边站，而是超越选边站本身，去重塑合理、有力、公正的集体安全国际秩序。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既满足俄罗斯的安全需求，也满足乌克兰的主权完整与民族独立，让两个国家找到军事和政治对抗之外的更好的选择，也给予这样的选择必要的运作基础。而这并非不可能，就像我刚才强调的，集体安全的缺失本身是俄乌矛盾的根源。恢复联合国宪章的权威，重塑集体安全的国际秩序，才是真正可行的和平选择。即便艰难，但也正如中国政府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中所言，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披露美国秘密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近日再爆料称，拜登政府之所以选择与挪威合作破坏北溪管道，或因为挪威海军与美国情报部门有着悠久又隐秘的合作历史。而他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还透露，美国情报人员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就策划炸毁北溪。Pretty true right now that this presidency, it's been caught out in a way by the fact that they did the pipeline. They're not admitting it, and I don't think they ever will. 赫什自2月8号首次披露美国政府和挪威合作炸毁北溪管道后，一直不间断释放进一步的例证。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5号播出的节目中，他指美俄之间在能源问题上的争斗由来已久。早在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就对俄罗斯的能源优势存有敌意。There's always been a worry that Russia would.The word we use is weaponize gas, particularly as a weapon, political weapon. In the struggle with us that's been going on since World War II. 2012年北溪一开通，从俄罗斯维堡出发，经波罗的海直通德国，向欧洲多国输送俄产天然气，年输气量可达550亿立方米。北溪2则与北溪1大致平行，设计容量相当。2021年完工后，却因美国方面的阻挠，迟迟无法投入运营。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几天，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德国政府终止了北溪2项目审批进程。赫什表示，据他从输气管道公司相关人员那里得到的信息，没有人认为对管道的破坏是俄罗斯做的。而尽管北溪1管道的供气在去年9月已经停止，德国也已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但美国生怕德国、欧洲盟友会在一场无望获胜的战争中转向俄罗斯，出于政治目的炸毁管道，是防止一旦冬天迅速到来时，德国及西欧国家重新启用北溪管线，他们就会别无选择，继续支持美国。赫什还透露，美国情报人员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策划炸毁北溪，并给出了具体的时间点。赫什称，当美国总统拜登和副国务卿纽兰公开谈到停止和结束北溪2时，这令美情报人员感到不安，因为这本是一项秘密行动。All I can tell you is the thought was of the people assigned to do this project is.This was before Christmas of 2021 when Russia was building up. 美方对赫什的报道内容坚决予以否认，挪威、丹麦等事件相关国家以及欧盟也否认或拒绝置评。事实上，参与北溪爆炸调查的国家迄今未公开任何与调查进展有关的讯息，对媒体的询问也多半讳莫如深。去年11月，瑞典就宣布已经调查完毕，却称由于调查结果涉及国家安全，不宜对外公布。德国《世界报》报道称，该报自去年11月以来，向本国多个政府部门了解北溪事件调查情况，均未得到具体明确的回应。If the Russians wanted to stop gas flowing through the pipes from Russia to Europe, all they have to do is turn off the tap. They wouldn't have to blow it up. The US didn't want Europe buying gas from the Russians in the first place.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ey tried to block the Nord Stream project. We're now buying filthy LNG gas, frack gas from the Americans, and at a much greater price. 日前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还就北溪管线爆炸事件调查问题致函联合国安理会部分成员国。
他表示，如此复杂的破坏行动需要多方合作才能完成，背后无疑存在阴谋，关键问题在于查明真相。丹麦、德国、瑞典开展国别调查，尽管有用，但还不够。由安理会授权开展调查，将确保结果公正、客观、可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北溪爆炸事件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都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对此事开展客观、公正、专业的调查，并追究有关责任十分必要。汪文斌指出，由北约成员国进行的所谓国别调查，无异于自己调查自己，自然缺乏国际公信力。中方支持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机构，为开展国际调查、保障跨国基础设施安全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支持安理会就此进行讨论。我们敦促美方就近日关于美国是北溪爆炸案的策划者的报道，早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诸多疑问和关切。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对作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混乱，能源危机的阴影不断蔓延。但美国能源巨头却借机在能源市场上攫取暴利。今年以来，美国能源巨头发布的财报屡创纪录，而且在去年前10个月，超过60%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流向欧盟目的地。dem sie Europa verlieren. Aber die Europäer werden auch furchtbar leiden, weil sie Rohstoffe aus Russland bekommen haben und einen riesen Markt in Russland gehabt haben, wo sie auch investieren konnten. Die Gewinner sind Amerika, das ganz stark in Europa jetzt auftreten wird, weil die Europäer immer abhängiger, wirtschaftlicher, sicherheitspolitischer, politischer von den Amerikanern sein werden. 不仅是美国，作为欧洲第2大天然气出口国，挪威在俄罗斯断气风波后，成为欧盟最重要的替代供应商。挪威北海石油出口也填补了欧洲需求。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就在北溪被炸不久后，挪威和波兰、丹麦开通了波罗的海的新一条天然气管道。该项目通过丹麦将挪威的天然气田和波兰连接起来，挪威天然气可通过波罗的海管道向东输送。这条管道容量达到每年100亿立方米，这恰好相当于2021年波兰创纪录天然气消费量的一半。当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启动的天然气管道是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竞争项目。执意要把北溪2号炸掉，实际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着眼于战后战争结束之后，或者是俄乌冲突结束之后，未来整个欧洲能源市场的一个布局。另外一个博弈就涉及到美国和德国之间，或者是美国和老欧洲之间，那就是美国重塑大西洋共同体跟老欧洲去寻求欧洲战略自主这么一个博弈。值得注意的是，贺是22号在其个人网站以“从北部湾到波罗的海”为题发文，披露了美国为何选择与挪威合作炸毁北溪管道。他称，这或因为挪威海军与美国情报部门有着悠久又隐秘的合作历史。1964年，在美国正式加入越南战争之前，至少有2名挪威海军士兵承认参与了中情局策划的对越南北部海岸秘密袭击。挪威与美国的链接远不止于此，在美国的挪威后裔近500万人，已接近挪威人口的538万人。2017年，挪威允许美国在其中部的维恩内斯军事基地派驻330名海军陆战队员，这也是2战后挪威首次允许外国驻军。因为这个挪威在2战中呢，它是被这个德国占领的。在2战之后呢，美国主导帮助这个很多这个沦陷国重建了很多这个情报部门，就是美国就是利用这种帮助这些国家重建情报部门的这种方式去控制他们的情报部门。还有就是为什么选挪威呢？也是因为挪威本身呢，它是这个欧洲比较少有的几个这个天然气出口国，所以挪威它也有这个利益去参与这个事儿。